各位线上菩萨，大家好，我是师修，又搁在线上和大家来见面。古早人讲，人生不同，各如其面，一样米是饲百样人。在咱一生中间，不管是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啦，咱难免拢会拄到一寡互咱无欢喜的人，或者是不如意的代志。人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个人，这个事，往往呢会带予咱真济的困扰甲烦恼，唔知要如何来面对处理才好。如果咱也无处理好，放在咱的心中，放久就会造成身心的毛病，严重还会造成忧郁症。那尤其是咱已经开始伫修行，开始伫做好代志，同款也是会有真济的考验甲障碍。明明咱做的是好代志，也是有人会伫咱的背后来批评、来诽谤着咱，甚至呢会当着你的面来骂你，指责你的不是。如果若拄到这种情形，转念就真重要。净书语有一句话安尼讲：错在哪里，怨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利益，互咱痛苦的往往毋是代志的本身。而是咱对一件代志的看法，所以讲今仔日咱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转念。到底咱要如何运用佛法来转念呢？人讲念若转，心就开，心开运就转，运转福就来。这是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会记得伫20几年前，土耳其发生规模7.6的大地震，伤亡是非常的惨重。正言上人呼吁着台湾爱心爱动起来，爱支援土耳其深坎苦难人，发起着街头抗募来帮助这受灾的难民。照理讲，帮助人应该是一件好代志，理当受人来肯定。但是呢，事实却是不然。迄时阵，我会记得讲，我碰到抗募商，扛伫人的商店进前啊，看到人来人往，但是呢，大家态度却是非常的冷淡，不只是态度冷淡啊，甚至有的人是不理不睬，就是讲主席为什么要救远在千里之外、无熟悉国家？甚至呢，有的师兄师姐呢，伫街头伫抗募的时阵啊，有人指责骂阮讲，台湾人拢唔救，干那要救国外，甚至呢起骹动手呢，想要抢阮的抗募商。这时阵呢，如果咱也无佛法，唔知影要来转念，凡事咱就安尼想：为什么我若要做到遮尔辛苦，我唔做总是可以吧？道心若退。功德嘛无去啊！不只是如此啦，甚至讲伫咱日常生活中啦，可能咱嘛会拄到有人故意要来诽谤，或者是误解咱的人。面对着这种无理性的行为，或者是呢别人的误解呢，到底咱要如何来转念呢？我想要借由当朝两位出家人，一位叫做寒山。另外一位叫做实德，因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呢，咱来看这两位出家人如何来面对着别人甲伊对伊的欺负，会当安然自在。有一天呢，寒山就问实德安尼讲：世间若是有人来帮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要如何来对治？实德就安尼个回答，只好忍他、容他、由他、撇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等待几年后再看伊如何。咱知讲寒山甲实德啊，因拢是当朝的人，当时也是出家人。寒山是一个真有名的诗僧，即作诗的诗啦，僧是出家人的僧。伊真会晓吟诗作对，同时嘛是一位怪僧啦。伊的行为真奇怪，伊曾经呢稳居伫天台山的寒岩，伊
因此啦，号名为寒山。伊的诗写得真水，但是呢，伊的脾气呢，确实呢，十分的古怪。定定啦，拢走去每一间寺庙中间对着对空啦，就谩骂吼。时内出家人拢讲伊是一件蹊跷啊，伊听了后也不以为意，就哈哈大笑，就离开啊。伊曾经伫天台山的国清寺呢，做过火头精啦，甲寺中寺内的实德啦、和尚啦是相见如故，情同手足。实德是一个真歹命的人，一出世呢，就被伊父母放杀伫荒郊野外，家在天台山一个高僧，伊名叫做弘干和尚。法院经过时阵，伊自卑为怀，就将这个实德给炸得给带转去寺内来抚养，而且呢，给号名叫做实德。在国清寺中间呢，就为伊来受戒为僧啦。其实啊，伫42章经，佛陀就曾经教导咱咱面对着别人无理性的谩骂，咱要如何转咱的心念呢？互咱的心念会当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呢？互咱的心袂受到外面的逆境来扰乱着咱的心，甚至呢退转着咱的道心。第42章经第7章呢，恶患本身就安尼讲，伊讲啦，复言有人啦，文我修道啦，行大人慈，故地骂佛，佛灭不对，骂子问曰：主以礼将人，其人不立，礼归主何？对曰：诡异。复言今主骂我，我今不立。主自其好，归自心意，由响应声，应之随行，将无免离，心不为恶啦。咱知影讲佛在世时阵，为着要防法，也曾经遭受外道教的人的诽谤，但是呢，佛陀默然不做来回应。当咱被人责骂诽谤的时阵，该如何来应对呢？咱这时阵，咱来保持着默然的态度，就是咱来点点，咱莫甲做回应。当对方若骂完的时阵，咱爱当悠然心平气和啦，这才是修养的真功夫。世间事拢是相对的，以恶相对立，才会起纷争。若是恶以善相对呢，斗争的机会就会比较较少。所以呢，当咱面对着恶人的时阵，咱一定都要用善的态度来对待伊。那安尼恶最后自然就会停止。主以礼将人，其人不立，礼归主何？如果呢，你要送物件，或者是讲呢，要送礼物给别人，这别人无接受，你是不是会把这礼物搁摕倒转去呢？是啊，礼物要送人，而对方不受呢，当然是自己搁摕倒转来。同款的道理，今主骂我，我今不立，主自其好，归自心意。今仔日你恶口来诽谤我，但是呢，我的心却是呢无接受到你这种的恶语，你所做作这份的恶业。将来也是呢，要由你自己来承受。灾祸有缘是回归转去你的身上，就那亲像有响应声，应之随行，将无免离啦。就亲像在山谷中啦，应声回响啦，声即自物体发出来。譬如讲，咱讲话，大家不过是听到声音而已。源头依然是伫咱的牙后、咱的喙，就像亲像人的影，人行到倒位，影就对到倒位。所以讲啦，咱自己做恶啦，果报也是由自己来承受。因此啦，咱心不为恶啦，唔通做歹代志，凡事爱谨慎啦。伫咱学佛的路上，咱往往拢会受到背道而行的人所毁骂，
虽然如此，犹原咱来以善待恶，以德报怨，是非自然会消除。如果咱以怨报怨，以牙还牙，那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呢？人讲冤可解，是不可结。由此可知咱唔通甲恶行加在别人的身上。面对着恶人，咱爱守持着自己的本分，以善待人。另外一方面，咱嘛爱小心谨慎不可为恶骂别人等于是骂咱自己。所以讲，古早人讲，害人害未死，害着家己死。无修养的人才会讲人的是非。所以有人讲，说人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所以咱凡事爱放大心量，唔通起着恶念。第七种，这一种是佛陀教导着咱。面对着别人无理取闹，咱爱心平气和来转咱的心念，别然莫甲伊来计较。自然作恶之人所做的恶还归于本身。所以讲，伫这部经，另外一种也有讲到讲，作恶的人是自作自受。这一种是安尼讲，伊讲佛言害恶人害贤者。由仰天而对，对不及天，还将己对；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魂己身。贤不可毁，何必灭矣？假使对贤人起了恶念，就那就像仰天吐痰共款对天吐痰共款咱吐出来痰，不但未到天上，颠倒会向下坠落到咱家己面上，犹如逆风扬尘迄一般就咱像咱骂一把沙向着别人甲压过去，共款会互这个逆风吹向着咱自己。有一次，佛陀伫舍卫国六祖庙的真舍对着弟子说法了后，佛陀就整装外出，要出去吐蕃。伫半路上，就拄到一位婆罗门导学迄位婆罗门教导一看到佛陀，就开始破口大骂，所以真歹听的话拢骂出来。不过佛陀确实若无其事非常的安详继续向前行。迄位婆罗门教导看到佛陀互人骂，确实无虾米回应伊的面上犹带着笑容心内就十分会生气。所以讲伊随手就拿起着一把一刷，走去佛陀的背后就向佛陀甲压过去。当伊压这把刷的时阵拄好对面都一阵风吹过来，因此这把刷颠倒吹向着伊家己身上。佛陀转过身来，也是面上带着微笑以真慈祥而严肃的声音对伊讲恶人害贤者，由仰天而对，对不及天，还将己对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魂己身。贤不可毁，何必灭矣？咱学佛就是爱学这份平静的心。不管是受到诽谤，或者是受到赞扬咱内心拢会当保持着平和。但是凡夫唔捌道理，众怒的怨心一起就会起心动念，甚至会作恶，安尼就会损害到自己的道念。所以讲圣人与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提醒咱大家咱凡事咱爱心平气和，拄到代志咱爱三思而后行，不可冲动有一位在外地做生意人伫旧年要到的时阵伊就准备要返去伊的厝来团圆伊就想要买一份真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伊的太太。但是找来找去总是感觉无介意。拄好看到伫路边有一个老和尚伫遐伫打坐，而且伊身躯边
挂着一个布条啊，写着卖记忆，即袂记忆。即个做生意人啦，就感觉真好奇啦，就向前问这老和尚啦。伊讲：这老和尚，你卖什么记忆呢？这老和尚就笑笑啊，就甲伊回答讲：我卖的记忆呢，是一当消灾免难、吉祥保安康的。这个生意人想讲，买一个吉祥的记忆呢，等去送给太太，应该是真特别的礼物。就甲这老和尚讲，老和尚，那安尼我甲你买这个记忆。老和尚就讲，向前3步想一想啦吼，退后3步啦想一想啦吼，静心气时咱爱思量啦，适下怒火是最吉祥。老和尚说着讲啦，你若拄着烦恼困难的时阵啊，你就甲念这四句句。都会真大的妙用。不过呢，这首记忆呢，价值是10两黄金啦。这做生意人听到惊一跳啦，就讲哈，这4句话都爱10两的黄金哦。老和尚依然是安尼笑笑啊，就甲伊回答讲：是啊，有价值啦，有价值。这做生意人心想讲。咱事先也无共问清楚，到底是爱偌济钱？即摆人的记忆拢已经讲出来，这10两的黄金无付嘛讲袂过去，所以呢，只好啦，心不甘情不愿啦，就付了这10两的黄金啦，然后呢，真懊悔啦，连夜就赶转去伊的故乡，转去伊的厝。当伊转到厝内的时阵啊，已经3更暝半吼。这做生意人就暗暗行入到伊的房间，就在非常微弱的灯光之下啦，伊若看到啦面床边啦，吼，除了讲摆着一双查某人的鞋以外啦，伫即个双鞋的边，竟然啦有一双查甫人的鞋啦。所以呢，这个生意人啦，当下怒火中烧啦，真生气，心中啦就暗骂：你这个唔知不要脸的女人啊！我无伫厝，你竟然伫遐伫讨客兄，于是啦，伊就非常的生气啦，就去伊灶骹摕到一支的菜刀啦，按算讲啦，要将即对的奸夫淫妇啦，就甲伊刣死。正当这个生意人啦，准备要拿刀要刣因这个太太的时阵啊。忽然间呐，伊就想起到这个老和尚的4句句啦。伊讲向前3步想一想啦，吼；退后3步想一想啦。静心气时爱思量啦，适下怒火最吉祥。所以讲，伊就哪念就哪向前向后啦，念啊向前，念啊向后，念啊向后，念啊向前。这个脚步声啦，就吵醒到伫眠床伫困的太太。这时阵啊，这个太太目睭就闭紧，看着讲：你即马遮暗才转来，哪摕着菜刀啦？这个生意人啦，就看到伊床边这个鞋啊啦，吼，这个太太马上就明白，你就甲揪到伊的衫，就甲伊骂讲：你这个无心肝、无良心的人啊！自死的啦，我安尼等也等啊，忙也忙啊，等无着你转来团圆啦。所以讲啦，我才甲伊摆一双的鞋啊，表示咱夫妻是成双成对啦，来讨一个吉祥。你却是无缘无故来冤枉我。这生意人目睭一看啦，看到面前上并无虾米款的查甫人，所以讲啦，伊当下就体会到讲，这10两的黄金买的记忆呢，真是真价值。这老和尚4句记忆呢，挽救到一场的家庭凶杀案的发生啦。而经典上嘛讲到讲，咱宣扬4句句的功德啊，是胜过行河山珍宝的布施。为什么呢？因为咱知影讲财宝更较济啦，也不过是5家共有。所以5家就是水、火、盗贼、战争、甲不好的子孙，等等啦，拢会使伊败坏散尽。但是呢，真理的力量呢，却是会当互众生呢
破除无耻无明，将三界的火体来出离，找回到自己的佛性。所以老和尚会给予充满着智慧的启示，在怒火中烧的时阵啊，咱不妨三思而后行，为自己留几步路，留一个回旋的空间啊，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啦。最后，我想要和大家来讲另外一个故事。伫这个明朝嘉靖年间啊，伫这晋县啊、县城啦，有一间的酒楼叫做高记酒楼啦。高记酒楼伊生意啦，一直拢非常好，拢做个强滚，嘛赚真济钱啦。这间店的头家姓高，人拢叫伊叫做高老板。伊有一个后生。伊后生的名叫做高清祥，伊后生20几岁尔。高记酒楼有一个总铺师呐，这总铺师伊名叫做马山，伊炒菜功夫真正是一流的，而且啦，伊的手艺真正真高超啦。所以啦，人客啦拢真爱食伊炒的菜。这个马山呐，伊的故乡就住伫离伊遮工作所在有200里远，伫迄个南宁县。伊是南宁县的人。伊自30岁开始呢，就伫一间酒楼里做总铺师。如今20年已经过去啊。马山伊的厨房的功夫啦，伊的手艺啦，愈来愈炉火纯青啦。有一天啦，这个高清祥啦，倒伫酒楼内对伊无闲的时阵，忽然间看到伊老爸啦，就坐伫椅仔内面，一直伫唉声叹气啦。伊就过去问伊到底是安怎啦？这个高老板啊，就叹一口气，就安尼讲：伊讲啦，3工前啦，这个马山啊，就甲我讲，伊暗算啦，拍算无继续要留伫遮，伊想要转去伊的故乡。我安尼苦口婆心啦，一再呢甲伊挽留啦，但是呢，马山个人讲，伊嘛毋肯改变到伊的决定，而且佫讲到讲，伊明仔载。一透早，伊就要起身，要转去伊的故乡南宁县啊。这个高清祥听完伊老爸讲这话了后呢，非常的着惊，就安尼讲：伊讲阿爹，咱一间酒楼啦，是离不开这个马山的。这高老板又搁叹一口气讲：哎，这个马山啊离开了后，咱这间的酒楼的生意呢，一定会大受影响。伊是一位真难得的总铺师呐。这个高清祥想讲，伊讲阿爹，不然呢吼，我来试看卖，我来甲看看卖，凡事伊会留落嘛无一定。这个高清祥讲了这话了后就赶紧就出去，就哪行哪找啦。咱知讲咧，马山伊的厝就住伫隔壁条街啦，伊都行出10几公尺了后，忽然间停下伊的脚步啦。忽然间有人听到咧凄凄楚楚啦，有人伫讲话声音啦。这讲话的声音啦，是为街边就是隔壁条街一栋厝才传过来。这栋厝的主人就是高家的厝边啦，叫做陆传一啦。这高清祥啦，就点点听，然后把这门拍开啦，向内看过去看到这个陆传一啦甲伊的厝边啦，姓周，叫做刀小的刀啦。另外一个叫做李王啦，李就双口李，王就是王姓的王啦。就是这3个人啦，都围伫一个火炉的边仔啦，就拿伫行火，就拿伫讲话啦。就听到陆传一啦，用一种真威胁的口气讲：马山无偌久就要转去伊故乡养老，以后我看咱3个就无法度做伙来赢伊的钱。这个做刀啦，就煞咧讲，自从20几年前啦，马山逐个月若发工资啦，这个高老板就叫咱3个人啦，来找马山来拍麻将，咱做伙来出老千啦，来赢伊的工钱。这几年来，咱赢的钱啦，赢袂少。另外一个李王啦，就安尼讲伊讲是啊，以后咱就无机会去赢伊的钱啊。这个高清祥听到到遮啦，听3个人伫讲话讲到遮啦，规个面拢硬去啊！伊徛真久啦，才回过神来，转身伊就用走转去伊的厝啦，想要向伊老爸问一个究竟啦。
当伊转到伊个厝，行到伊这高老板的面头前的时阵啊，这个高亲祥啊，真着急，就问伊阿爹讲：阿爹，为什么呢？这个马山逐个月若发工钱呢？你着和这个陆传一、做刀甲李王啦，找伊来拍麻将，三个做伙来出老千来赢伊的钱呢？这个高老板啊，这个面色啊，听了啦，面色转变，一阵红，一阵青，就讲啊，亲祥，你已经拢知影吗？原来由于马山啦，因为咱知讲伊的厨艺啦真高超，就是伊炒菜功夫真高超啦。这个高老板啊，逐个月拢不得不付回一笔未少的工钱啦。也因为如此啦，这个高老板啊，20几年前就开始烦恼，万一若有一天啊，这个马山若是存有够钱的时阵啊，伊是毋是会离开着高级酒楼，家己另外开一间酒楼呢？于是呢，伊就暗中安尼想啦，伊就唆使着这个陆族啦，甲迄个陆传一甲这个李王甲这个做刀这三个人啦。每当啦，这个马山啊，若领了工钱啦，因就甲填着因来拍麻将，来做伙来出老千，甲伊每个月的工钱啦，甲赢去10分，赢去7、8分，互伊呐，敢会当维持着伊一家的厝内的生计利益。所以讲，伊老爸一番话呐，或者高亲祥闹哩啦，伊就往往地做相啦。伊慢慢无想到，就讲啦，伊老爸为着要留住马山啊，竟然啊出着这种的步数，这种互人真的是不耻的手段呐。所以伊讲一阵了后呢，高亲祥将伊啦开了喙啦就甲伊老爸讲，伊讲阿爹，你不该安尼。你必须甲马山这几年来，互遮个人赢去的钱的银两补偿互伊啦。但是呢，高老板却是表情真冷淡，安尼讲，伊讲啦，泼出去的水啦，哪有收回的道理呢？马山明仔载，伊就要转去故乡啊。伊甲高级的酒楼已经无有关系啊。高亲祥犹原真坚持，劝伊老爸爱甲银两来补偿互这个马山呐，但是呢，高老板犹原不为所动啦。高亲祥只有叹一口气，家己就点点走入去这个小房内面，点点就伫遐算数。当这高亲祥就拿伫叠这个算盘啦，表面上是伫算讲这酒楼这几日会进出的数，但实际上伊却是伫查这个酒楼这20几年来的老账本。当伊查完账本了后伊就便算出着马山这20几年来拢共领着拢共的工钱是偌济，然后伊阁算出着8%的金额。所以讲伊就甲这个算盘甲放落了后高亲祥就摕一张纸，拍开着这张纸就用这个笔来书写一行字写完了后，伊就点了几张的银票，连同迄张纸同齐甲伊踢入去一个皮囊内面，然后伊就找了几粒的馒头甲一块布料，用布料甲这个馒头甲这个这个皮囊、这个信封甲伊包起来。所以讲伊就徛起身一路赶到马山伊所住的所在，将这个包裹就甲伊踢入去马山的行李内面，伊就甲马山讲这是一点点的大粮啦，互你会当伫路呢哪行哪食，才袂去互咬着。所以讲当伊做这项代志了后这个高亲祥转到酒楼的时阵将伊松一口气伫第二天会早时的时阵这个高老板要去摕钱的时阵买物件。伊才发现着我哪减几落张的银票伊真着惊，就发起来讲，无好，可能有贼。这高亲祥就甲伊阿爹讲，迄几张的银票是互我摕走去补偿着马山原来高亲祥算完算完数了后伊和马山写了一张的批，写明了讲，这几年来高老板所使着陆做离
这三个人的代志，然后呢，就向马山来表达讲伊真深深的歉意啦。而且讲迄几张的银票啦，是咱是因国家要补偿给马山的。这个高老板听完着伊后生者话了后呢，伊就非常的生气，就站着骹地啦。伊讲亲上啊，亲上，恁哪会遮尔啊戆啦？这个高亲上就讲阿爹啊，咱国家做毋对代志，如果咱也无互马山一个交代，讲这样我心内实在是过意袂去。这个高老板伊阁站着骹地讲，毋过这也是无可奈何啊，毕竟钱已经互伊囝已经送出去啊。搁再讲啦，马山转到伊的故乡南宁的所的厝内的时阵啊，当伊甲行李扛落来时，当伊去整理的时阵啊，倒伫整理时，忽然间看到这小小包袱内面啊，这想袂起就讲高常常送互伊的大娘啊，所以讲啦，这个马山就拍开着伊的包裹，发现着讲除了讲有这个馒头以外，还阁有一张被，所以讲啦，伊这张被就甲伊拍开。内面阁有几落张的银票，甲一张写足侪字的纸。马山就甲这张被啦，甲伊拍开来甲看。忽然间啦，伊看完着这张被了后啦，伊家己就真懊恼，就用伊手来对伊头壳啦。伊讲我这个混蛋啊，我这个混蛋吼！伊太太啦，看到这个马山这动作啦，伊嘛真好奇讲啊，你是安怎？这马山伊个就捶了自己的一个脑袋，讲我差一点啊，就做了是不暇的大歹事来。原来呢，就是一个月前的某一天啦，这个马山去街啊上啦，就是伫遐佚佗的时阵啊，无意中啦，伊就听到这个陆传一啊，都向伊厝面隔壁伫操蛋。讲伊含做啦，含这个李这两个人啦，逐个月啦，拢会当赢这个马山啦，袂少的银两啦。所以讲来讲着陆传伊啦，既然呢得意忘形啦，甲高老板啊，所属因三个人诶代志就讲出来。所以讲啦，这个马山知影讲啦，伊家己啦，大概啦拍麻将的时阵啦，输。为什么大概输的原因原来就是如此啦？所以讲啦，伊听了非常的生气啦。于是啦，伊就想到一个报复的方法。所以讲啦，伫伊转去南宁县的进前啦，伊就采购了真济的油，就是放伫个酒楼的厨房内面。伊想讲啦，若过一阵的时阵啦，伊则偷偷转去伫高级的酒楼啦，甲伊放一杯火，甲这各家人拢甲烧了，甚至呢要甲这国家拢甲烧死，甲伊纵使回因遮人啦，会当纵使祸害。所以讲啦，伊马山伊若安尼做，伊感觉讲伊安尼才报了伊的这个仇啦。所以啦，马山一口气就讲这话了后啦，甲伊太太讲这话了后啦，马上就提起着伊的包袱，就向外走，就走去这个高级这个酒楼啦，要走去高级酒楼。所以伊太太呢，就甲伊问讲你是要去倒位呢？但是马山确实头拢无回，就马上一直向前奔走，到这个高级酒楼啦。到高级酒楼的时阵啦，伊讲啦，这个小老板如此有情有义啦，我必须登去高级酒楼来说明这个真相。所以讲啦，伊一路上日夜监听啦，马山赶到高级酒楼，非常自责，就对国家的爸囝讲啦：“我真正真不该，我不该有遐尔大的恶念啦。”所以讲，因讲，马山就甲自己原先拍算，也拍算一五一十就讲一遍，互因即对爸囝听。这个高老板哇，着一惊啦！伊讲：“哎呀，马山实在是我对不起你，看来是阮亲上一线之念救了阮全家的性命。我害你马山差一点害着阮自己全家啦。这个马山其实讲其实小老板也救着我的命。如果我真正犯着迄个十恶不赦的罪那你不必查出的真相那你会当逃脱杀人赔命的结果如果国家会当就是当饶恕我这个恶念我心甘情愿伫这个高级的酒楼继续来做这个总铺师。
这个高老板啊，听了啦，就一直点头。伊讲马山，你就甲留落来。为即摆开始，高级酒楼我就要交互亲常来掌管。第二天啦，这个陆、周、李这三个人啦，听讲啦，马山知影内情了，伊嘛真惊讲因去报官，所以就赶紧甲因多年来赢这个银两啦，就体现互这个马山啦。而高级酒楼嘛，愈来就愈兴旺。有这段故事，互咱的启示，就是讲咱一念的善，就当消灾解厄。加在这位小老板会当保持着正念，转一个念头，就化解着一场的灾厄啦。其实呢，正言上人嘛，甲咱讲，咱毋通去别人的错误来责罚着自己。面对着恶言恶语，嘛是一种的修行。咱要做一个原谅无心伤害的人，咱毋通做一个轻易就互伤害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咱爱将是非来做教育，将赞美来做警惕，将气嫌来做反省，将错误来做经验。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非烦恼总能过，何必心中添石头？拄着代志，咱就当转一个念头，正向来思考啦。世间无过袂去的坎，也无解决未了的代志。所以讲最后啦，要祝福咱大家啦，会当心开运通，福就来，日日会当心平气和，时时平安自在。今仔日就分享到这，感恩您的收看，下次再见。